血污洗尽，伤口的肉红肿外翻着，一眼看去就是他自己划伤的，也不知是用了多大的力，后面又被自己如此对待，看起来惨不忍睹。上药包扎中这人似乎是痛狠了，手一直乱挥着不让人碰，蓝忘机只能安抚抓住，却被突然痛醒的人惊愕几分。呵，抓住了，手被反抓住。魏无羡醒来似乎还以为是刚才想要抓住这人，看他身体如何的时候，不禁便出口，别乱动。听闻话语，感受到手中刺痛，又瞥了一眼四周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好似昏倒了，而眼前这人似乎是为自己上药，心里不禁几分讶异，随后勾起坏笑，强撑着痛意起身，手依旧紧抓住蓝忘机的手。蓝湛，你这是关心我？并无，那这些。魏无羡抓住这人手的同时，小心试探的查看几分他的脉搏，发现并无异常，想到这人打斗之时的吐血，都是被自己气狠了，并无大碍，这才放下心，看了看周围放置的热水药，不免存了几分戏弄人的心思。是温宁做的，托他恳请，看顾你几分。这样啊，心里不免还是几分失落，不过还是强忍笑意，人家能受恳请看顾自己几分，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不过从前那几分自己自以为是情谊，日后便是陌路之人。蓝湛，你没有趁机为民除害，倒是一大损失。魏无羡松开他的手，依旧坏笑着，你的手。没心思理会这人的话语，一颗心只在那只这人收回去的手上。手看着包扎了一半的手，似乎有些碍事。魏无羡略有嫌弃的一把扯了下来，你这点伤也值得包扎这般碍事？一脸的不甚在意，看得蓝忘机平静下的心又升起丝丝怒火，这人竟是这般糟蹋自己，不顾自己。想到这1年多这人的经历，他不敢想象到底他还放纵了自己多少伤痛，心中又怒又疼，想要再次拉住他的手仔细上药包扎，却被一下抖开。蓝湛，你这是做甚既是没有关心，我伤了死了那也是我自己的事，受人之托便好好做，那是刚才，现下我醒了也就不需要了，谢谢你。包扎听得那声谢谢，心里沉痛的难受，却是厉声出口，一把抓住人拉扯过来。还是说蓝湛你是口是心非，非要如此这般？手被一把强硬的抓住，这下魏无羡却是没有反抗，好笑的看着不说话，一脸冷意为自己上药包扎的人，许是对自己的不满，粗鲁中带着小心。也罢，他知道蓝湛这人答应别人的事一定会做好，想着随他去吧，可口中还是调戏着自己也不相信的话。粗鲁，蓝湛你越发不像你了。听着魏无羡有一句没一句的话语，偶尔又带上几分戏弄，却是依旧专注着为他包扎的伤口，并没有接话，直到一切弄好，耳旁漫不经心再次响起的话语，轻飘飘的，却伤人入骨髓。做完您想做的，就离开吧。慢慢的站起身，不说话，定定的看着眼前脸色还是依旧带着些许惨白的人，就这么希望自己走吗？曾经总是躲都躲不开的人，就这样轻描淡写的想让自己离开，像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陌生过客，借宿一晚，天亮便被主人委婉驱逐一般，何曾几时，他们竟陌生如此。别这样看我，像是受我欺负了一般，您想打架也陪你打了，想要完成温宁的恳求，我也乖乖随你去了。这些天你也看清我是个怎样的人了，说到底，我们不过是两条路上的人，看在昔日情分，我也不想再招惹你，即使已经自解了灵力，除了惹我生气时，我也从未求过你，离开这里吧，就不送了。看着还是不说话，死盯着自己的人，魏无羡不知如何像是心虚一般，微微侧头躲开那凌厉的眼神。他知道定是怕自己在作恶，这人才会犹豫不走的，也知道他是想让自己信任，他才会甘愿自封凌厉待在这里，试图让自己改邪归正。可是哪有这么容易？没有金丹的自己，害死金自轩和师姐的自己，世人眼中血腥满满的自己，这世间哪里又给自己留下一条带了几分光亮的路？可笑又可悲。你大可放心，只要是家人不招惹我，自然不会在上演之前给你看的那些好玩的事。魏无羡想消除蓝忘机顾虑，回避的视线对上清冷俊美的脸，轻声承诺道，就如此急迫着想自己走吗？看着还想再说些什么的人，却是最后再狠狠看了这人一眼，转身随了他愿。直到那抹身影淡出视线，魏无羡好似才反应过来，是才蓝忘机看他的那一眼，带了血丝的琥珀色魔中那说不出的情绪。自始至终没有和自己说过一句话的人，就这样猝不及防的离开，在得到自己的承诺后，有些空落的出了门，失神的盯着蓝忘机走远的方向。果然这人还是怕自己再伤害那些人，所以得到承诺便放心离去。
似乎连话也不愿意与自己多说一句，失落后却是带着沉痛的释然，原就是自己希望的，这下他大可放心，好好进行自己的计划，只是那种莫名痛意，却是不知如何而来，似乎连头脑身体也随同叫嚣着不适。他爬上树梢，看着夷陵阴沉的天空愣了许久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一切，才能见到几分光亮，直到天色渐渐黑了下去，魏无羡才跳下来直奔伏魔洞，取出那2个灵囊，再次布起阵法，看着手心包扎好的伤口，原是想扯下继续用血启动阵法，却是不知如何又想到蓝忘机为自己包扎的画面，也不知那人是否已经平安到了云深不知处，手下的动作不再继续，却是挽起宽袖，露出细白的腕，轻轻一划，鲜血再次落在阵法中央。公子，不能再继续了，滚！为什么就是不行？温宁看着蓝忘机离开后就一直失魂落魄的魏无羡，却是不敢打扰，直到伏魔洞内传来很大的响声和怒吼，这才忍不住冲了进去。他想着至少魏无羡会顾及自己几分，不想同一天内这人就几次不法，心里不免自责，看着那满是血腥的石床，而这人还有继续的趋势，不免死死拉住他手臂，恳求着自家公子不再继续。滚！怒火充斥着心底，魏无羡愤恨自己的无能，每次都只是能让那微弱魂魄现身留存半刻，何时才能稳魂，才能复活他们？这一日发生了太多，看透了太多，此时此刻却是如同走火入魔一般，再听不得任何人的阻挠话语。他推开温宁的禁锢，拿出符篆，快准狠地贴在他身上，仿佛清净了一般，没有任何人会阻拦自己。他想会不会是写的精纯不够，疯魔之中却是拿起锋利匕首，便向着心脏处，他全身上下唯有心头血是至纯之血，试一试便知道，只要试一试，敞开外衫，一点点的刺入心脏，痛意清明且强烈。魏婴，你在做什么？若隐若现的白皙胸膛处蜿蜒着艳红的血迹，清俊的脸上尽是疯狂，到处血腥。蓝忘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折身回来的自己会看到这一番让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害怕的景象，害怕到颤抖，害怕到那股子冷意从脚底慢慢充斥到全身，冷得不敢动弹，滴答，像是被束缚住手脚般不敢前进。蓝忘机看着魔怔在自己世界的人，眼前顺着匕首落下的血滴声莫名放大许多倍，一时间他连呼吸都不敢过于大声，怕扰了面前的人。可那一点点布满全身带着寒意的害怕和恐惧，还是让他强忍着镇定出声。大抵也只有疯魔中的魏无羡听不出那声里的颤抖和小心。魏婴，你在做什么？